哎，大家伙早喽！3月24号星期二，现在还不到凌晨5点，我在上海，一会儿要约一位在上海不容易见到的朋友，我们两个都不会平常出现在这儿的朋友一起晨跑。小伙伴们来看，这是谁？大河岩先生。我们两个出现在了上海的虹桥。哎，后边是我爱什么？也没有，就是我。可以。照个相。拜。哎，在他账上。好。现在到了上海，都是大河岩先生带着我跑步，完全不认识，我都不知道现在他在哪儿。现在跑步的是一圈，大概4.8公里的地方。一圈是4.8公里。所以很多人去跑步，还有我以前上海周末的话，这里有全马呀、半马。这周末在上海是苏州河半马。以前跑过。我们要拍照了。哎，太好了。跑了12公里了，现在回去。哎，小伙伴们，跟大河岩先生分开了，来清晨的热咖啡。环境可能有点吵，在酒店的餐厅。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伤，正好2场比赛结束了，不算复盘吧，就是聊聊伤。昨天去了一位好朋友介绍的，在上海的一个运动康复，诊断基本一致，要么是腘绳肌的上端，要么是臀大肌的这个下端，靠外侧这个肌腱这儿，可能是有陈旧的伤造成的有粘连或者是疤痕组织，造成压迫了神经，现在在急性期，就难受。但是我这个又特别麻烦，因为不是特别好触及到这个伤处，很多动作不能复现，只有在高强度的跑步的时候才能复现。但是医生很专业，昨天做了冲击波，然后做了那个叫什么？就是咱们有那种家用的小的，就是两片那个有粘性的东西贴在肌肉上一通电，然后就有那个感觉。他那个大，他那把整个身子给包住了。然后在治疗的时候，还有一位女选手也去了。我一看穿了一个 Nike 的黑马，来跟他聊。然后我说我还参加过你们世纪公园的跑步活动。他说问他那个不是我问的。医生问他的成绩，他说2小时45，特别厉害。女性运动员跑到2小时45，就不是专业运动员，就已经是尖子中的尖子了。竞技体育男女差距还是太大了。分享这个伤，这次我其实挺有感悟的。我觉得伤来了，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靠意志力就能解决问题的。我其实是个意志力挺强的人，但是我在面对伤的时候还是很保守的。我是一个怎么说呢？我是一个挺拿自己当回事儿的。来看看早饭：面包、鸡蛋、菜，然后一块南瓜，一块红薯。你看红薯怎么样？可以啊。这面包还不错啊。今天大家先生一块跑了13公里多，跑不动了，特别累。最近把自己确实弄得有点狼狈。明天还有个活动，明天是个跑步的活动，而且可能还是要稍微的用点劲儿的跑步活动。
比赛日的节目还在努力剪辑，然后还有那条短裤的评测节目，那条短裤挺不错的。但是我觉得伤病这个事儿，伤病本身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如果对待伤病的态度出现问题。你看我今年这段时间我在反思，去年这半年，就最近这半年对待这个伤病的态度有些问题，因为他一直没有就是很明确的对我有影响，就一直没有往心里去，也一直没有想过说用外界的手段去干预它。对，是这样的。我总想着说他自己慢慢就能好，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。所以现在看起来，其实我跑步12年，经历了各种伤，只有这一次他不是自己好的，就是需要外界干预了。我觉得，因为如果自己好，半年怎么着都好了。这半年我也不是都在高强度下，虽然现在比赛比以前多了，但是跟别人比，我这个比赛量其实真的不算什么。大元先生说，他3月已经跑了6场比赛了，然后这周在中国出差，下他周几回去我忘了，周4还是周5回去又去比赛，去福井马拉松。然后下周还有一个哪儿的半马，他说这次的福井马拉松他过节去，下周那个半马是穿的优辉去。就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。我觉得伤病这种事儿，反正至少对我经历这一次，未来我会特别在意这些东西。这就是很多人说，哎，你学习前人的经验呀，但是这东西都是嘴上说说，你自己不经历一次，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吃亏是个什么感觉。你们看，我的跑步能力上涨了，因为这次比赛之后，我可以给你们看手机，看还可以吧？我这个能再涨是挺意外的。我现在最差的是有氧耐力96.7，最好的是乳酸阈能力97.2，然后呢，第2名是冲刺能力97.1，第3名是速度耐力97，还可以。最近半年上涨了，从以前的96.4涨到了97。但是前段时间大家说自己那数都在涨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涨，所以可见它不是所有人都涨。行吧，这2场比赛算是给他弄下来了，没有太差，也没有太好。当然我想的是，就是我觉得我这伤应该一下就好了，但是并没有。但是好事是，昨天诊断过之后，这么多个地方不同的诊断结论都一样，我就不用太担心，但是要去主动去面对它。2场比赛的结果也很满意，今天在上海能见到塔克元先生特别开心，这种感觉很不一样，都是不一样的人生经历。那这么着，最后在上海清晨的热咖啡，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